欢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胜峰。燕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观众大家好。好，现在中日的冲突啊，连川普都看不下去了吗？来看到啊，现在这个川普建议啊，高市不要在台湾议题上面去挑衅。好，这个是华邮的报道说呢，凸显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现实哦。好，据知情的日方官员还有美方人士透露呢，川普当一天呢稍晚安排与高市通话，并且建议他不要在台湾主权议题上面去挑衅北京，同时也说明了，虽然呢习近平他没有直接点名高市说，你要收回话，但是呢也没有为他施压，但他提到了战后国际秩序本身即对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呢构成了一个隐含的暗示。好，现在来看到了这个大陆的官媒啊，玉渊谈天呢也说啊，这是美中元首近10年来首次提到了军国主义哦。这次的通话传递的讯号很明显，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出现了复活苗头，应该被视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来共同的应对。好，另外一个官媒《人民日报》也说呢，陆美应该要共同维护好2战胜利的成果。好，这个文章提到了啊，说呢，强调美陆呢同样是为反战争胜利付出重大牺牲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决狙击任何会复活军国主义、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图谋和行径，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哇，这件事情是越闹越大的，这个历史的脉络也越讲越多了。那么日本的前驻中大使就说，习近平现在也是亲自去处理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论谁呢？现在都已经无法压下去了，因为这是习主席他亲自关注的议题哈。那么现在呢，这个日经亚洲也说现在的中日关系那么的紧张，那么高市呢要在2026年 APEC 峰会登场之前去效仿他的政治导师，也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当年的成功经验，去修补关系。好，来说到了现在呢，这个高市早苗他也是有这个新的说法了，他对于台湾的关系是说呢，是非政府间的关系，而对中国的关系呢，他说啊是要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他的责任。说呢，他有责任通过对话来建立全面的良好关系，最大限度的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但是这样子的话，大陆接不接受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大陆的发言人毛宁怎么说。他说呢，日本政府11月25日的内阁答辩书至今还在老调重弹呐，其所谓的一贯立场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只提概念，回避实质，试图借此蒙混过关，这种伎俩是行不通的。好，现在啊，这个在珠海的通用航展即将登场了，日本人也被拒绝参观了。主办单位说呢，是基于最近的政治还有外交立场，上级指示啊拒绝日本人入场，而已经得到的许可采访证呢也被告知失效了。好，现在呢，他们对不只是这个航展啦，连观光的部分也是继续的施压吗？我们来看到啊，中国驻日大使馆又发出公告说，再一次提醒避免前往日本，而为此呢，中国的东方航空已经宣布了取消部分飞往北陆石川县小松机场的航班。好，现在呢，这个石破茂呢也出来在点名高市啦，说啊，你这个没有与中国的关系，那我们的国家还能够成立吗？日本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是来这个从中国进口食品啊、稀土啊，还有医药品等等的商品的，所以呼吁他要再次重视顺畅的中日外交。哇，石破茂已经3度去批评高市早苗嘞，第一次是在11月13号，再来是11月23号，接下来是11月26号了。好，来看到啊，现在这个高市的说法，显然大陆是不买单的。那接下来该怎么样来这个中日关系要怎么去缓和呢？我们来请教亮哥。其实贝森特讲这个话，就表示美国认为从现在到2026啊，那中美关系应该是比较好的啦，一段啦，因为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可能会见4次面啊，4月要去访问中国大陆，然后11月、12月，因为那个 G20是在迈阿密，就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地方。叫拉威尔啊，在佛罗里达，然后 APEC 在深圳，
那习近平如果回访，恐怕还是去佛罗里达的海湖山庄嘛，那刚好跟基尔林也很近啊，所以他们会见4次面。所以我认为川普一定是在构想这个未来这1年，大概中美罕见的现在战术休兵嘛，那想要有更多的进展，那美国要得到更多的经贸的收获啊，或者投资啊，或者采购啊等等啊。那你高市早苗这个时候给我搞个茶，要拖美国下水，他当然不愿意嘛，所以他讲这个话完全可以理解啦，就是你不要拿台湾议题挑衅中国大陆，所以高市早苗确实对美国做了交代啦。高市早苗讲了2点嘛，第一点就是台湾的法律定位跟我没有关系啊，因为旧金山合约我就是放弃台湾。那归属我没有发言地位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作为一个首相，他当然要跟中国大陆维持良好关系啊。他希望这样对川普有交代啊。我并不认为他是要对中国有交代了。所以毛宁讲的很直接嘛，你没有撤回你的错误言论啊。那你老是在讲日本历届政府的立场都一样，那我们觉得不一样啊。那你要不要讲清楚，到底日本历届政府是讲什么啊？所以基本上中日还是卡住的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所有的交流啊，全部都停止了。官方的或者是 NGO， 然后现在连那个航展记者证也被取消。所以我认为现在大概所有的外交还有民间的交流渠道，大概只要双方要公开见面的了，都停了啦啊。那经贸的制裁，我估计还会往上走啊。那我觉得现在只是中国大陆在想啦，要不要用军事手段啊？因为如果高市都讲成这个样子了，你用军事会不会觉得太过了？因为这是氛围的问题啊。就他也一再说啊，哎呀，我说太快了啦。幕僚这边自责啊，说我准备的不好了。就放。如果现在整个氛围都是这样，我认为比较可能的可能是就外交跟经贸，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中日韩本来要谈 FTA 啊，那中国大陆也推迟了，说跟日本没什么好谈的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啊。那这样对日本的伤害一定会比较大，因为日本的出口有20%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出口只有5%到日本，然后日本在中国的企业啊，大概有13000多家啊。那我相信他在中国大陆的销售一定会受到冲击，因为中国民众真的蛮爱国的，很多人就不买了，连那个买的机票都退了，对不对？那更何况是日常用的东西。那日本的汽车啊，我认为在中国的销售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止啦，不只是汽车啦，就现在还有一点销售的动力了，那可能都会受到抵制了。可是不会有那种上街头的抗议了。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想这样，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经济也不太好。那你如果上街游行，可能会失控开始变成对，可是民众抵制购买，我觉得一定会发生，会发生的。那你说对谁伤害大？因为中国到日本的投资远没有日本到中国投资大了，差太多了。对啊，所以为什么那个石破茂要出来讲那个话，说高市啊，你即便没有军事冲突啊，这经贸撑得住吗？而且坦白说啊，现在日本经济也不好，第3季是-1.8%，那高市就紧急弄了一个财政扩张嘛，对，大撒，那给那个老百姓一些钱之类的大概1300多亿美金那个对日本，我认为要能够帮上忙也很有限因为日本的 GDP 蛮大的，日本 GDP 有5兆美元你一个财政扩张才1346亿美金，那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很快
日本就会感受到经济的低迷了。那可能高市早苗会有一些内部的压力吧，大概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就是现在逼着高市呢不断的吐沙，然后拿的吐刷有没有？不断的吐，但是是不会结束的。为什么？它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怎么收了就怎么吞回去，这个大家是中共今天对这个问题唯一的指标。那对高市来讲这是很大的压力，因为假如今天自民党是完全执政，应该会退。因为什么？讲的再怎么错了，执政权不会变嘛，只是换首相而已嘛。很多人想当的呢，但是今天他是少数党，又加上了极右派跟他合起来的少数主政，那一垮是整个政权是垮的，不是高市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今天高市转好讲的这个问题，就台湾话一句话讲的，讲就是麻糬啊，吞干哪刚发现是替剂，以为是麻薯可以一吞就吞下去，吞不下去，结果发现现在是卡住了，吞也吞不下，吐也吐不出来，很惨了。那这个事情的发展，除了它吐出来之外，大概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中国大陆会采取几个的方式，日本越早收回这个问题会越好解决，否则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跟阿亮的看法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第一个会改变的就是钓鱼台。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钓鱼台的主权问题，从归交的时候，两岸都有意见的，是属于台湾的，不是属于琉球的，这个是有意见的。它不像琉球是很明显，本来是日本的，那主权归属等等，它不像这个是有问题。好，这个问题现在请我们在里面注意到一件事情，钓鱼台出了情况以后，中国的海警船就到了钓鱼台。然后到这都没有消息，你有没有注意？全世界没有在报后续的发展。那照道理讲，保安厅的船应该出来才对啊，没有出来。你不信，大家去买商业卫星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出来？因为出来就对峙总要解决啊。会冲突。那你一方退啊，那现在谁退谁倒霉，所以最好这个装孙不出来，不出来的结果，这个钓鱼台将来就归属谁？所以南龙澳的移民以后你们去捕鱼安心了，没有人会喷水枪了，这是一个会最可能改变的。最近没人抓了，对，最近的钓鱼台绝对第一个会收的，连美国都不敢叫，因为当时几十年两岸都说钓鱼台是我的，主权有归属的。第二个呢，会急在的对这个的军事会有一个施压，这个施压倒不是兵戎相见，倒不是火炮对火炮。会采取在南海的电子战的方式啊，在某一个程度上，让日本的某一个最重要的空军或者海军基地忽然眼瞎耳聋了几个小时。这个没有打仗嘛，但是我明白的让你知道，我是可以让你眼聋耳瞎。那眼聋耳瞎就是万一冲突起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子，你就被轰中抓背，是吧？所以呢，他很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你整个日本感觉到。因为现在日本还有一个期待，我们的军力是可以的，你敢打我吗？那现在就是说我也没有打你，但是我会让你知道，你打起来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民间会很兴奋。那呢，这个呢，专业人会很紧张。第三个，经济的施压会不断的增加，对，这个一定增加到你会受不了为止。因为就像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输出到中国是20%。然后中国输出到日本是5%以下，那这个的情况下，你这个对等上差太多了，而且日本对中国的投资跟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就好像我们跟大陆的投资一样，我们对大陆投资可多得很，大陆对台湾因为被限制嘛，对，因为日本是一个企业进入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的情况就我讲吐到最后呢不收回啊。这个问题大家真不能解决。别忘了，中日之间跟中美不一样，中美之间的恩怨情仇，平常恩还比怨来的多一点，最多只是利益冲突。可是中日啊，那一笔账有没有，随时是可以被爆发出来的。所以中国大陆处理这事情，一方面很谨慎，一方面不能失控，因为那个民众的情绪啊。搞不好连共产党政权都遭到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是个新仇旧恨啊！我们请教聂建中教授。
OK， 我觉得前一阵子河南有所谓的安氏事件，现在呢高市呢有所谓的话语事件，台湾有事。我这两个呢都做了同样动作，就拿了一个觉得很棒的利器，重的石头，好棒啊，就不小心砸到自己的脚，他就砸到自己脚，而且砸痛了。那当时呢，我觉得他会忍一阵子，我觉得他也是很难忍很久，因为可能没有好的医生来救他，也就是他的医生可能就是川普来安慰他一下，但发现呢，不但不会协助他，可能还会警示他。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出了问题。我觉得为君者一定要深谋远虑，一定要谨言慎行嘛。我觉得你一上来你在议员的时候讲这种话，可能你的位置还不到就算。你今天为君呢，跟我们台湾的，今天你今天做立法委员或怎么样都没关系，你做了最高的这个我们的最上面的领袖的时候，你所做的动作就要很小心。我发觉很多人都忘记他现在该有的位置、该做的事。我觉得他就做错一个问题，因为很简单，除非你有底气。当你没有底气，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那谁有底气？川普有底气，除非你是川普，因为川普有美国霸权的底气。那不管怎么说，更何况从二战之后，你就是一个战败国，你所有东西是被限缩的，包括你的 national defense， 就是说你的 national guard 都是防御性的武器。你现在所有的想法想把它走成像军国主义的攻击性武器的一些什么军事改革，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大了。尤其我觉得这个世界不管是人与人、企业与企业或者国家之间有属于此消彼长。日本过去不可否认，他曾经非常强，尤其在帝国主义的时候，交中这个国家真的是军事实力很强。但是在二战之后也很厉害哦，资本国很快的在半导体、在资本市场，在1987年80年代，全球的汽车、电器都很棒。可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看到所有的不管政经军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你会发现它的对面那个真正的那条龙才是真正有底气。这个长起来，而它消下去的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能够不识相？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有他讲的是台湾有事，我要强调的是，他如果讲琉球有事，那还好；你讲菲律宾有事，那也还好，对不对？那今天讲南海问题，你讲任何国家都还好。今天讲是台湾有事，这不太一样。台湾在1894年甲午战争甲午这历年，当然你用军国的方式把这个台湾就在95年之后把台湾我们讲占据了50年。那不管台湾有多少子民因为皇民化去听你的话，但是这个岛屿的上面的人民就是汉族，就是中国人，他本来就是应该，我认为两岸是一家亲啊。那这时候我觉得，不管两岸之间的关系如何，你是一个，我不要说外来民族，就是你只是在这个地方用了你的武力去统治了50年，你怎么去要讲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严峻了哈。那所以这样的援军的方式，当然也就是曾经你夺了人家一刀，人家受伤了，你又在别的地方还要说你把窗口打开，还要撒盐巴，你觉得对方会舒服吗？因此我在讲，现在走上了常态。其实中日的关系常态是什么？就是有一点军事或什么样经济上的一些对峙。过去好一阵子叫非常态，就是说这是有一个爱恨情仇的历史，却因为有一段时间它慢慢淡忘。那虽然他们用了这抗日纪念日，但慢慢淡忘之后呢，实际上两边和好相处，这是非常态。你一旦惹到了对方，对方又开始常态对你，常态对你就是开始他觉得他师出有名，爱国的情操、民族意识的增强，使得他师出有名。就是刚才讲的，就会讲的，他一定会军事也可以施压，甚至到最后极限施压，日本会越来越惨，尤其经济上。日本真的要靠中国，如果再这样下去，日本可能就像石破茂讲，只有石破茂比较识时务者为英雄啊。就会一触即发了。好，刚刚说到了中国对日本的军事方面呢，也是一直在施压嘛。我们来看到中国的网军呢是发了一个这个超燃视频来通告全世界，说呢战鼓催征破重围罕见的措辞呢引爆了国际舆论哦。好，他说呢，当日本在西南诸岛加紧部署中程岛战之际呢，中国的军网在11月27号也发布了一段实战化训练的视频以雷霆之姿向世界宣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鼓已经雷响了。好，除了这个解放军之外呢，中国的民间企业现在也推出了这个超高音速的导弹，而且它的宣传片呢，就是在模拟去攻击美国的军用航母以及日本境内的多个目标哦。而商业内幕就指出了，这是相当罕见由中国民企来展现具军事指向性的画面，尤其在现在这个中日的关系是急剧升温之际更具敏感性。而这个解放军日报呢，也借着这个日本的动漫来去嘲讽高市早苗。来看到这个是这个是一个车力巨人然后他
背上呢是放着一个这个山姆大叔，这个形象就很像是在美国就骑在这个高市早苗的上面来去讽刺高市早苗。好，不过呢，现在日本啊，哇，他们也是有所准备的。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日本的防卫大臣中谷元25日呢，在富士电视的节目中表示，日本下一代的潜舰呢，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要去采购弓形型的核潜舰哦，好，就是在暗示要购买核动力潜舰的可能性。甚至呢，之前呢，日本的自卫队内部人员还称呢，他们是有能力去击败这个福建舰的。结果呢，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就说这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啦。像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国防部发言人就说这是不自量力。好，另外来看到呢，这个美军在印太方面呢，是不是也很难去抗衡中国呢？75年前的今天呐，也就是11月27日呢，就是所谓的长津湖战役啦。这个中国的微博就发了说啊，那个时候呢，哇塞，中共的解放军呢就打败了这个全歼美军的一整个团。而75年后呢，哇，现在的解放军更是不可一世喽。来看到啊，现在解放军也公开了一架战机。未来要控制4到6架的无人机作战呢，知道怎么做呢？哇，我们来看到啊，一架这个战机旁边呢有这么多的无人机，这是飞行员的实战能力呢，可以直接影响到战机功能的发挥。说啊，解放军呢未来啊要打造成这个6边形飞行员哦，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一个人可以控制这么多架的飞机。好，除了军事方面之外呢，我们来看到科技的部分啊，像是这个20年这个克工的电磁弹射技术，也就是福建舰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嘛。那这个47岁的专家鲁君勇呢，他是当选了这个中国科学院学士。而至于在美军的部分呢，之前说的这个星座级巡防舰计划竟然是宣告腰斩了哦。这个是美国的海军部长表示啊，说呢，星座级巡航舰的造舰计划呢，对于美军水面战力没有任何注意耶，所以现在已经腰斩了。但这个计划呢，原本说呢是要拿来因应解放军军舰规模快速扩张的关键呢，结果现在又取消了，那势必对中对抗的策略也会有所影响咯。好，那在科技的方面呢，美国五角大厦又出招了啊，要加上这个阿里、百度还有比亚迪都列入涉及军事企业的名单。好，他们建议呢要把这些集团呢都纳入国防授权法的涉中共军事企业名单。但是有这么顺利吗？纽时就报道了说，川普啊，他现在啊是霸权焦虑，挖坑给自己跳。他说呢，真正把美国推进陷阱的正是美国自己。川普第2任期推动的动辄就是扬言要出兵啊，还滥用这个惩罚性关税，甚至抛弃了长期的盟友。美国是彻底破坏了过去几10年亲手打造的全球秩序，中国反倒是坚定地维持了现有秩序。可以看到啊，美国是抗中不成，反而是砸到自己的经济了吗？好，我们来看到现在这个中国解放军的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日本方面会有所顾忌吗？我们请教亮哥。这个日本在2022年就有通过西南诸岛的一个国防的计划了啊，虽然我觉得是有点这个跟现实有很大的落差，可是他真的在推啊。我们前几天看到小泉进次郎国防部长，他去了与那国岛啊，因为那个地方已经装了电站系统，也有雷达站，那未来也会装飞弹啊。那距台湾只有110公里，你在那边装飞弹，你怎么可能是打台湾呢？你当然是要打更远的目标啊。它不止啦，也不止与那国岛，也包括宫古岛啦，就西南诸岛这样一路下来嘛。那往上到九州，九州大概要布长程飞弹，可以射1000公里的，那基本上可以打到北京、上海跟台北。所以你认为中国大陆会怎么想？所以那这个事实上日本在整个计划里面，就是各个地方都要有中程导弹基地啦，要有地对空的防空导弹基地，然后也要有大概西南诸岛要盖130个弹药库。那它是怎么规划的？就是美军因为现在部分的冲绳的部队在撤到关岛嘛，所以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拦截线。
可是你拦得住中国的055、075、076吗？这我实在是严重怀疑。而且中国大陆有那么多东风快递，对，到时候就把你整个都炸光了。可是问题就是他真的在做，日本人就是这样，他一旦想定了，他就是死脑筋啊，你知道？他战术上都一定可以落实到一定程度，可是问题是战略可能是错的啊。这个已经很多战争，很多人都这样评价日本啊，说你的战略有问题，啊你做事认真嘛，所以战术上就是会铺陈出来啊。事实上，就像盛峰兄讲的，真的在钓鱼岛对峙，你也搞不过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有12000吨的，你日本怎么弄啊？中国大陆也不用到那么高啦，他派几艘6000吨的海警船，那加上2艘军舰跟着啊，大概那个地方就不会有日本的海巡船的啦。所以我们南方岛的渔民就可以去钓鱼岛附近抓鱼了啦，因为中国大陆不会抓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日本人就是他危机感很重嘛，所以他就觉得我一定要做某些事啊。可是美国也不准他发展战斗机，你也不能够发展核武，你超高音速导弹现在也还没有出来。所以坦白讲，时机也不对啦。你现在跟中国大陆打，我看是一面倒吧。因为中国大陆有太多武器都是日本没有的。那这个当然是因为它是战败国，受到了很多限制导致。所以美军只要没介入，我觉得日本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打仗了。好，接下来我们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啊，这个这样来看，2次大战就是标准的例子。攻击珍珠港是成功了，战术成功，可是整个的战略是大败特败，对啊，当时呢这么一面铺开来，在整个的南太平洋上呢，也占据了那么多的小岛，那每一战呢打得都很辛苦，美军要打下一个岛，付出的代价都很高，但是整个的战略你是错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兵力整个收缩回去你的本岛去守，到最后你就是垮的嘛。这打中国一样，他每一场仗他打赢。但忽然的战略错误，为什么深进泥沼抽不出来？这日本呢，所以决定他在整个的战争上是战略大败特败，战术上他在每一场战役看呢，他都是成功的几率比失败多啊，甚至让别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啊。这样的一个日本到现在好像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随便举个例子，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比如说中国大陆的中程僚机。它就是一个驾驶，那后面有一个操作者，那最起码是4架的僚机。当这样一出去，上面还有预警机，你要打哪一架？那你一打你就曝光，你不打他打你。这个就是一个。还有中国大陆在整个科研人才，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40几岁的这个年轻人就可以拿到了院士，那么在电子弹射之父马伟明，从头到尾是中国大陆自己训练出来的。完全这不只是他，你看北斗整个的30几岁的年轻人的这个团队，等到航天团队不到40岁啊，大部分都是自己训练出来的。那你再看看，今天中国大陆的研究有64项重要的科研里面就出现什么情况？假若只有把中科院呢单独罗列出来，全球60项重要的研究里面，它有28项是 No.1 了。然后，假如把中科院除掉，这64项里面的重大的研究里面，中国大陆的北大跟清大有28项是占前10名。那美国最好的是谁 ？MIT 啊，在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呢前10名啊，占前10名是10个，占 No.1 只有2个。这今天美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到底是哪一个弄错了？所以我在讲。这高市早苗不是什么阴谋，什么阴谋没有，是一个不成熟的政客，以为得到了权力了可以为所欲为，跟赖清德你看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以为当了总统了，他们好像就可以翻天覆地，可以搞罢免，可以胡说八道，不行的，对吧？就是这样，邓老师所说的一样嘛。你的职务有些话你能说，当你是那个职务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这样说。所以你看，我说他是一个不成熟的政客，搞得今天这样子，
美日安保条约是一方受攻击，一方要支援，对不对？对，也不对。为什么不对？要不要支援是我美国决定，哪里是你日本决定的？对，那你说你把我拉下水，你什么意思啊？说我美国被打，你一定要来。那至于你去搞得人家被打，我是不是要去？那是我来决定。你怎么现在替我做决定呢？尾巴咬狗。对吧？就是这样子。这他自己一定要，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搞清楚，其他的政治家搞清楚，他是没搞清楚。那我们再来看，现在中日一个大和解的框架下，不，中美大和解的框架下，那你给我搞这一段，你是要拉我下水啊？我其中选举呢，没多都没修炼呢。这个时候我还希望老中出一把手啊！你搞我的，你什么意思啊？所以打完了电话之后会去打给高市啊。最重要，我最后讲一点，大家都讲，最后证明了这个电话是美国打的，不是大陆打的。没错，是美国打的。是大陆打的，我更紧张。可以知道，这个日本真的是战略有些问题了哈。知道为什么大陆打得更紧张？我最后讲一句话：在二战的前期啊，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了，就跟那个讲说，我们回去要惩罚越南哦。大家以为大家看一下，一样。当大陆的主动打这个电话是很早有的话，就是通知你，我们现在很好，我现在要揍他，那你要是通知你啊，还好是他没有，不是他主动打的。好，聂教授，我非常赞成，没有错，我也是这样解读，没有错，他会主动打，之前都躲着，甚至就是你要跟我谈判，我都不谈，为什么要主动打这个电话？非常清楚，他要做某些动作，还是要跟这个有底气的这个。不管是敌人或友军讲一下，报告一下，对不对？说明一下。那刚刚讲的这句话也非常有道理，叫不成熟的政客，的确是这样。刚刚这个前面一幕，这个申峰在讲的时候，中间不是看到，现在这个一幕又出现，他站在这个他的大哥，好像哥哥一样嘛，川普有没有在旁边这么的疼爱他？哇，举着双手，好高兴的，大家欢呼，因为他觉得他得宠了，他觉得开始可以大肆的讲话，他开始比较不成熟的话语可以讲出来了。我必须说明一下，这个。中日关系真的是比较特别，因为它有所谓的历史情仇啊。这个情仇，我想这个历史说明下去，你知道对岸有多少人，甚至我们中华民国的子民，过去蒋介石所带领的我们的国民军，有多少人对日本的过去，当然现在的日本的友好，我们不用讲现在，讲过去，那种历史之后不可被遗忘。因此，中日的关系非常特别。我觉得中日的互动啊，有所谓常态非常态。我刚刚有特别强调。常态就是像现在开始敌视，因为你只要记得你过去有国恨家仇，甚至你家人、父母以前可能被抄斩，你开始有所谓的有报复之仇诸如此类，你就会呈现常态对他的仇恨和那个恫吓。那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中国就在模拟这个什么导弹啊打到日本啊，就极尽的去羞辱高市，因为他们这个动作在常态时候会觉得很爽。可是你知道日子久了，即便之前曾经打过架或伤过人。久了会慢慢淡忘，那叫非常态。所以我觉得要友好，就是要让他们走上非常态的，不要太激怒对方。尤其曾经伤过我，还要在我上面撒伤口的。我先讲一下，因为我们讲这个，刚刚讲到那个战机，我觉得未来战真的非常精彩啊。刚刚讲到现在就是无人机的世界嘛。当然，刚刚也讲到大陆讲年轻人真优秀的，不只是在科技中哦。你看萃取分离，徐光宪带他的这个太太高雅搞出了这个萃取分离技术，把稀土做到这样的淋漓尽致。电子弹跳这些得到院士是其来有志，北斗卫星的发明人，以及民用的无人机 TikTok 都30几岁。你知道对岸人多嘛，天才系的，他不需要高学历，可以做到这样的极致。因此，我觉得未来战很重要的是说，因为对岸他现在的武力不是你可以想象，因为光它无人机是量产机，它技术之高，民用再用到军用不得了。那将来战机一个飞行员就控制5架，用6边形，我跟你讲，他甚至模拟这样旋转，对方根本打不到哪一支，他现在打哪一支过去。你就会输，所以你要知道，刚刚讲战术战略，对岸不只是他的武器做到一定极致，他连战术战略，我觉得他是用心在模拟，在走这个 on the track， 在这轨道上走。所以我要讲未来战会很精彩，当然最好不要打仗了哈。那我要讲的是，因为未来我们讲日本其实也不弱，在全世界它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的国家，但是它的防御性的武力呢，其实也敌过全世界。你看那个军事排名，很多攻击性国家都比不过它。可是它强，但是它的我们的对岸中国现在更强，而且它的强不是你所想象的强，它的空海陆都超强。我们讲空军，现在全世界6代机唯一能够试飞成功，就是他们的成飞歼36嘛，甚至沈飞50也在运作。那现在海军讲电磁弹跳，我现在讲最后一点就是，光你讲海军舰艇，不是说你要做，他要做核潜艇就怎么样，需要钱呢？养一艘舰艇要多少钱？你可能会吃垮一下子几年的 GDP。
我现在重点就是中国现在的空海路已经强到一定的水位。如果对方惹到他了，他师出有名的时候，现在已经师出有名，可能钓鱼岛不久就拿回来，未来再惹下去会不得了。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日本就像高斯一样，很快就会收尾了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香港大火，现在传出了有阴谋论吗？哇，这个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呢。这个香港的大火呢，哇，狂烧16小时，造成了44死，还有279人目前是失踪的状况。这个火势是非常的大。那么路透就报道啦，说这场大火呢是1962年以来香港最致命的火灾，那造成了44人死亡。CNN 则说呢，这可能是2次世界大战以来香港最致命的火灾，因为现在还有近300人失踪嘛，所以呢，那个1948年的时候，当成是造成176人死亡。如果失踪的人呢都过世的话，那哇，真的是这2战以来最严重的致命火灾了。那现在呢，哇，屋内的视角也曝光了。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呢，哇，这个是受困者在屋内里面等待无助的求援。这是新京社的报道说呢，当时呢有一名受害者的民众拍下火灾当时的画面，当时外面的竹棚啊、围网都在燃烧，火势相当的猛烈，浓烟不断的冒出。那受困者为了避免遭到浓烟呛伤，只好赶快的关闭网路。而现在习近平也要求要全力来扑灭这个火灾了。好，另外来看到啊，这个起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居民就陆续踢爆了，说呢曾经看见这个工人在这个竹网上面来抽烟啊，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烟蒂呢点燃了竹制的棚架呢？那之前他们就反映过了，但是竟然是被给冷处理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哇，这个是密密麻麻的竹棚哦，看起来就非常的危险，因为一点燃的话是会全部燃烧的。而上个月底呢，香港就曾经发生过同样的竹手架大火。好，这是 TVB 的报道说呢，现在呢虽然起火原因还不清楚，但是可以看见呢起火点呢建筑外围的竹造鹰架以及尼龙制的围网呢都非常容易燃烧，而且呢火星四处飞扬，就很容易点燃邻近的大楼。那消防也发现有2处不寻常，包括大厦外墙的这个保护网、保护膜、一些防水帆布等塑胶布。受火之后的蔓延程度都比一般的合规物料还要快哦，所以有没有可能涉及贪腐或者是贪污呢？为什么这是不是有可能是不合格的建材呢？那这到底是人祸还是阴谋论呢？因为现在传出了说呢，这个福宏苑呢，当初在进行维修工程的时候，说这个费用高达13亿台币，所以呢，其实有居民是反对的，说这个费用太高了。但是呢，这个工程并没有充分的询价，价格不透明的情况，还是去强硬改建了，所以导致在去年7月的时候开始动工了。是不是因为这个金额非常的高，所以必须要动工呢？好，那住户也说了，说当时他有投过票的，不想要一起施工，但是建商还是坚持一起做，结果现在就是火烧连环船。那另外还有个阴谋论是说，有没有可能是美国呢？这个是中国网友的质疑啊，说呢，自从香港宣布要搞金库之后，突然间就出现了各种香港富平的案件了。好巧不巧，现在又出现了个火灾，是不是就是担心这个香港的金融地位呢？因为这个是要建一个贵金属金库，打造1000吨的超大容量，很担心它的金融地位会超过美国吗？好，这个就是有点阴谋论了啦。但是这17年来最恐怖的大火真的是相当的恐怖哈。我们来请教亮哥。其实重点就是为什么香港在做房屋修缮的时候还持续用竹材当做围棚因为这个在很多国家早就禁止了，中国大陆也禁止啊。中国大陆要求用钢材跟铝材，那为什么会这样啊？第一个这个便宜啦，施工迅速啦。香港用竹棚围楼修缮有70多年的历史，那目前施工的工人队伍上万人，所以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益团体，所以等于就是政府就一直做不出这个决定了那以前真的也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大火，有小火那就发生了而且香港的大楼有很多外表不是平整的，它有时候会凸出来，那竹子有弹性所以比较可以这个弯上去，把这个竹围都把它弄起来那用钢费时费力，而且又贵那事实上中国大陆早就下决定把这个给禁了可是就很不幸就发生了这个而且
30楼的大楼，香港的云梯17楼以上没有办法救，然后它的空中就是我们在大陆看到什么无人机救火，也没有那么完备啊，所以到今天还在烧啊。因为我就跟香港朋友就跟我讲，这17楼以上还在烧，那也有消防员殉职，就是上去真的也蛮危险的。目前就是真的是这个状况。那还有人说警报没有响，这个事实上是很老的楼啦，大概有40年了。其实你去回想一下高雄的楼中楼的起火了，那个旧的大楼，那里面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可是这个就是香港的现状啊，因为香港的建筑署、屋宇署至今仍然认为竹棚是合法的外墙工程方式。那它因为楼高又窄嘛，所以你盖的都很密啊，所以只要是在人潮密集的地方起火，要救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啊。而且坦白讲，香港我去过非常多次啊，真的这么高的楼，这样的一个火，我真的是难以想象。以前就真的没有发生，所以大家就习惯了嘛，就因循旧规。那导致今天这个状况这样。而且香港真的是高楼非常的多啊，就是不止这一栋，到处都是高楼，因为他们的地很贵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这场香港恶火到底是人为的还是天灾呢？我们来请教黎胜峰委员。这个把所有的不当的不利的因素全部集合在一起，才有造成今天难以想象的恶果。你知道这总共31层8栋楼，总共住有1984户。哇，你想想看，那个多密集！电影我们常看到香港的这种大楼是一条走廊好几户啊，对，所以那个真的逃生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然后他把所有不利的因素都集合在一起。第一个，他现在的整个要拉皮。这整个装修要拉皮，他把8栋呢同时包装好，同时进行。那包装的食材就用竹棚，然后塑胶布，那这些都是引燃了，一点呢就不得了的事。好了，假如今天只有1层楼，只有一栋，那这一栋烧了不会延到其他去，它是8栋啊同时进行的结果，一它烧起来是不是就会有产生这个火星？这个火星只要一吹。就吹到隔壁楼，有没有？又烧起来了，这个要救啊，都不知道该怎么救。再过来，因为是很高，它烧起来结果呢，所有的掺杂的东西就往下掉，你下面要救，你也没办法救，因为那个火啊，不但又要往下掉，所以这个呢，看起来真的很像赤壁之战的火烧连环船，就是一路这样子烧下去，烧到你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处理。但同时呢，我们知道呢。在救火的时候有一个叫隔火带啊，就好，这里烧了，那我就把这边给隔掉。这一次也没有隔火带，完全没有隔火带，所以呢，一栋烧一栋烧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中午拿到节目单的时候，我一看呢，还在烧。那而且不知道该怎么结果。更麻烦的又是一个是消防队本来可以用很多方法来灭掉，但是显然。整个的消防队是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应付这个高楼的大火，楼太高了，还有他自己本身所携带，就是说所创造的物品也没有做好这个有时候一国两制啊，真的是一国两制啊。大陆该准备好的东西，好像香港都没有准备啊。比如说，他有那个发射那个像导弹一样的，发射那个导弹机，它可以从高楼发射把它给弄掉，这好像整个香港设备都没有。在大陆里面的这个设备呢，可能就蛮多，而且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香港政府到底有没有提出伸进大量的来进行消防的援助？因为像这样一个大火，显然已经不是香港一个单纯的消防局能够解决。可是香港的一国两制下，他愿不愿意让伸进的这个什么消防队进来救啊？这个又变成政治问题了。所以点呢，真的是把所有的不利的因素全部集中在这里。又是到了冬天，风一吹啊，那更是助燃了。所以没有看过
这么灾惨的一个灾情。你说像伦敦也在几年前也发生到但是呢，也没有像这样子一栋一栋的烧下去的，所以这一个令人看啊，令人鼻酸啊，那也令人感慨啊。希望大家记起这个教训啊，尤其台湾也要记起这个教训。还好我们的大楼跟香港不太一样，这就很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现在香港大火就在低楼层有救出生还者了，那高楼层怎么办呢？我们请教聂教授。OK， 因为这栋楼住了刚讲了1984户啊，全近万人。那当然，昔日刚刚有讲到有赤壁的火烧连环船，今日有香港火烧连栋楼，8栋烧了7栋。那当然，刚刚讲到很鼻酸、很悲哀，这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有各种因素，说是这个理由，我觉得啦，当然这个任何理由都有可能，现在还没有找，这也没有黑盒子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最有可能，当然这我自己判断，因为我分析到很多地方，因为我是很爱做法拍的哦，可能很多人知道。你知道法拍我买下来以后，第一个看它年限之后，都想做第一件事就是什么管线全换，因为我不知道您刚讲40几年的房子。我最担心就是这么大的楼，只要有一个地方的电线稍微老旧，因为过去的线能够承压是有限的。对，这是我的分析啊。一烧我就觉得这么大的楼，尤其香港，这是香港现实嘛，人多嘛，在这么小的地，当然自己挤这么多的人。我跟你讲哦，其实电线走火常常发生，我自己的买弄法也发生过，就是都还好是小的，因为你去拿旧的电线，它一不小心，你只要东西多插几个线，它就会负荷一超过就会着火哦。我们以前在淡江也发现过这个，我就是看到了失火之后，当然学校颁了我一个叫做功在淡江，就是因为我发现失火很快的找那个是已经20年前事，那这是我的分析。后来也是抓到在11楼某个系主任室里面的电线走火。好了，当然原因也可能不是我讲，我觉得阴谋论可能是过之啦，这人的想象力太丰富。好了，但是还是要一句话，我们的火啊，水火真的是无情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的。你要知道，这件星星之火就一定会让很多人有很多的警惕。各位想想看，1962年在8月20号，当时也是大火。现在一想，63年的今天，2025年，当时死了多少？44个，没有错。这一开始报道也是44个，是44吗？死吗？是我们的不祥之数吗？不过我跟你讲，现在已经到55个嘛，刚刚讲还不止啊。现在300人失踪，我跟你讲。最少200个，我跟你讲，一半人，你失踪人大部分就是在里面嘛。跟以前我们在911事件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美国，那时候不就是2001年，你知道是越来越增加，就在里面找不到的人就是在里面嘛。最后都找不到了，也找不到尸体，就是历史的，就是往生嘛。失踪就是往生，不是这样吗？就看不到，要不然他自己不见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比1966年还大的太多。